黑心开发商不顾劝阻，强拆了镇压着万千妖魔的百年道观，还把道观内我师父的骨灰给扬了。拆迁队的老总嚣张地扔给我100万作为赔偿，并扬言说，要是真有什么妖魔，他想尝尝是什么口味的。我看着王长林在那惺惺作态，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而周围的记者和看直播的网友，则是被王长林牵着鼻子走。不多会，网上的风向基本就定了下来。王长林在网友的口中变成了慈善家般的人，而我则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臭道士。此时周围升腾的魔气几乎化为实质，若是再不加阻挡，必定会酿成大祸。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眸子依旧冷淡，开口道：拆迁款我1分都不要。众人一愣，开始装起来了。那可是10几万啊！这家伙是不是没见过那么多钱，所以没概念？我看这家伙是想坐地起价，当着直播的面想多要点钱。王总，你不要顾忌直播，直接拆，我们都支持你。弹幕满是嘲讽，王长林却有些摸不清路数。这钱你真不要了？不要。但是王长林讥笑一声，果然还有条件，说吧，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我笑得很灿烂，我要你们后果自负。什么？王长林惊了。我说拆了我的镇妖观，你们后果自负。王长林一愣，旋即嗤笑出声，后果能有什么后果？难道你还想报复我？我清冷一笑，你可知道这镇妖观下面是什么？700年前我师父百心道人不忍见到百姓疾苦，在此设立镇妖观。打住打住！王长林一脸嫌弃的叫停，你是想说你这道观是文物对吧？嗨，搞了半天这小子还是嫌钱少呗，扯什么700年他师父什么什么的，这道观顶多算是一个违章搭建。他摇头咂嘴，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去过了，上面可没有你镇妖观的名字，甚至全国的道教协会里面也没有你们镇妖观的名字。你不就是想编个故事好多要一点钱？不过你耽误了施工进度，那就是在挡山下村民的财路。跟随起哄的村民振臂高呼，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初生老病死都是我无偿施救，山村闭塞，我倾囊相助，最后恩情终究抵不过钞票。我心冷透，不再解释，只是淡淡留下一句：镇妖观下万千妖魔，镇妖观乃是阵法核心所在。若是拆除镇妖观，到时万千妖魔现世，世间难免生灵涂炭。你们现在收手还有机会，否则如何？王长林笑了，小伙子，你是不是魔怔了？还妖魔？我长这么大还真没瞧见过。你要真有本事就让我瞧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我说完便闪身让开，拆！王长林一挥手，推土机轰鸣启动，记者瞬间将我包围，长枪短炮对到脸前。请问您刚才说的这镇妖观下面有万千妖魔是真的吗？是，我回答得很简洁。那请问你的脑袋有问题吗？有去做过精神鉴定吗？周围爆发出一阵哄笑，他们不在乎妖魔真假，只想看我笑话。那记者继续追问，您好，请问你是嫌弃拆迁款太少，所以才编造有妖魔吗？我瞥了他一眼没说话。那请问为什么你拒绝了近乎天价的拆迁款？我扭头看向那群踩在师傅骨灰上嬉笑的人，还有废墟上浓得化不开的黑气，笑了。最开始拒绝我是为了全人类，现在拒绝拆迁款是为了给你们省钱，省点钱买副好棺材吧。话音刚落，大殿轰然倒塌，丝丝煞气冲天而起，在场所有人背脊发凉，莫名打了个哆嗦。鬼啊！废墟上一名工人惨叫着滚落，他去搜刮神像上的金箔，却像被看不见的手猛推了一把。王长林慌了，赶紧叫人按住工人，可还没凑近那几人，便觉身体发凉，鼻尖涌起恶臭。原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废墟上迎风怒嚎，卷起沙石。恰在此时，一辆轿车驶来，车上走下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正是全国道教协会会长青云上人江云山。那边怎么了？青云上人指了指惨叫的工人。王长林连忙上前低声解释，他听完摇头一笑，大步走到工人身边，伸出手指点在对方眉心。方才还在尖叫的工人瞬间安静下来，现场一片惊呼。青云上人嘴角噙着淡笑说道：这工人并无大碍，诸位不必惊慌，只是刚才失足受到了一些惊吓而已，至于什么妖魔出世都是无稽之谈，不必在意。说完他便朝我走来，外人看他仙风道骨，在我眼里他却脚步虚浮，身体亏空，分明是纵欲过度。方才那一指也无半分玄妙，不过是用真气强行镇住了工人心神。你就是楚河？我不置可否，淡淡看向这位所谓的青云上人，呵呵，小伙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毕竟道观被拆，你心里肯定不好受，但倒也不必去编造这些危言耸听的谎话来制造恐慌。他对着镜头笑了笑，仰头道：这样吧，等这边事情了结，你就去我的道场上班吧。现场瞬间满是夸赞，青云上人心还是好，不过对有些人不需要太好，他们不配。这楚河为了一点拆迁款满嘴谎话，哪里像是出家人？青云上人别被骗了。我眉头一皱，嗤笑道：上人他也配？全场瞬间寂静，所有人目光全集中到了江云山身上。他们不懂，上人二字从来不是谁都担得起的，唯有我师父百心上人才配得上这声尊称。至于这位道协会长，在我眼里连个正经道士都算不上。你怎么说话呢？江会长身边的随从已然怒不可遏。江会长看你可怜，还让你去他那里上班，你就这么对江会长？恩将仇报，恩将仇报的废物！江会长配不上上人的称呼，难道你配？恩将仇报的人受什么惩罚都不为过。我笑了，确实，恩将仇报的人受到什么惩罚都不为过，都少说两句吧。这小道士道观被拆，心情可以理解，大家就不要再给他压力了。江会长，你是不知道，这小子为了一点拆迁款，连这地下镇压妖魔鬼怪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还要我们准备好棺材。这样地人，我们没揍他一顿都算好的了。江云山点点头，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而且此地确实有一些诡异的地方，不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就算出了什么意外，我一只手也能将其镇压。眼看倒塌的大殿里，百心上人的坐像就要被推倒，冲天的黑气愈发浓郁。我笑了，一只手镇压，你确定？江云山呵呵笑道：我乃是道家协会会长，若是连这一点异常都解决不了，又如何担得起这么重的名头？无
知的小子，江会长神仙一样的人物，你也配质问？给你脸了是吧？江会长，王长林恭敬道：“您先在一旁休息，我这就把这假道士处理了。”江云山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摄像头，轻咳一声道：“我乃方外人士，最不忍见到人间疾苦。这小道士也是个可怜人，他假惺惺地看向我，眼中满是虚假的怜悯。我知道这小道士和这道观守了一辈子，如今肯定不好受。这样吧，我赐封你为正规道士，从此之后就跟着我修行。”江会长仁义，以德报怨，堪称我辈楷模。王长林竖起了大拇指，周围众人也纷纷赞叹，不愧是得道高人。如果是我遇到这胡搅蛮缠的小子，不打死他都算是便宜他了。可江会长竟然还有如此宽阔的胸怀，佩服，实在是佩服。我嗤笑一声，冷冷看着江云山，封我为道士，收我为徒，可笑可笑。楚河，你不要不知好歹，不知好歹的是你们。我摇摇头，拆吧拆吧。俗话怎么说来着？好言劝不回想死的鬼。危言耸听。江云山见我非但不感恩戴德，反倒对他如此不敬，也褪去了伪装。我念你孤苦一人，生活不易，却没想到你竟如此顽固。果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不屑瞥他一眼，拆，给我拆！王长林怒道，全部拆干净，一点渣子都不留。推土机直接朝着仍然顽强耸立的偏殿开去。拆吧拆吧！我甚至有些想看到大阵破裂，想要看到他们悔恨的眼神。这么一会功夫，我已经将系统的作用弄懂，只要收获悔恨值，便能增长实力。呵呵，看你似乎还挺高兴。江云山看到了我嘴角的冷笑，摇头道：“我原本见你一个人还坚守道馆，以为你心思赤诚，性格坚韧，可没想到面对自己祖师大殿被拆，竟然还能笑得出来，真可谓是无情无义之徒。”一个个相机瞬间对准了我，观看直播的网友顿时炸翻了锅。他竟然还能笑得出来，眼看着自己道观被拆还笑，这还是人？真的是，我原本还有些可怜这假道士，合着原来刚才他的痛苦全是装出来的，估计是骗拆迁款不成，也不伪装了。怎么会有这种垃圾人存在？推土机干脆直接从他身上碾过去算了。如果知道网友对我的评价，我估计会笑得更灿烂。笑吧笑吧，我等到镇妖观被拆得干干净净之后，你还能不能笑出来？可就在此时，一声怒喝忽然从一侧山林传出，呆，竟然要拆了我镇妖观！众人只觉得像是一道惊雷在耳边炸起，纷纷转头，只见山林之间走出一高一矮两个道士，两人不见走多快，可崎岖的山路却如履平地，片刻就来到跟前。我目露疑惑，这二人竟有些眼熟。我开口道：“两位是镇妖观麒麟峰，镇妖观麒麟岭。”我恍然大悟，这一对兄弟正是150年前因躲避战乱拜入镇妖观的同门弟子。180年前，他们为求明道归隐山林，论起辈分，他们甚至还要称呼我一声师叔祖。一晃150年，当初瘦骨嶙峋的小娃，如今已变成须发皆白的老叟。我刚想开口询问，却被王长林抢先了一步：“你们是镇妖观的人，怎么之前不见你们出现？现在拆迁该发拆迁款了，你们出现了，可真是巧了。王总，之前我来镇妖观谈拆迁的时候，前前后后可不下跑了10几次，一次都没见到过这两人，8成就是为了拆迁款才冒出来的。”周围有人憋笑：“混账，谁给你们的胆子，竟然敢拆我镇妖观？”瘦高的麒麟峰怒目而视，江云山呵呵一笑：“两位道友不要着急，可有入道协？道协？什么道协？呵呵，就是道家协会，只有加入了道协才能算是官方承认的道士。到时候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补贴，类似祈福超度的法事也有道协安排给你们的去做，能让你们生活安稳不少。”笑话！麒麟峰嗤笑一声：“我镇妖观的道士难道还要你什么狗屁的道协来承认？”江云山面色顿时一僵，不知好歹的东西。王长林挥手道：“拆，给我加快速度拆，我看谁敢动手！”一直笑眯眯的矮胖道士麒麟岭也站了出来，两人横挡在推土机前，眼看剑拔弩张，我却笑了：“林峰林岭，你们且退下，让他们拆吧。”齐家兄弟顿时向我看来：“你是谁？竟然也敢？”两人话说一半，忽然愣住，记忆中那个150年前的人影逐渐和此等少年的模样重合，两人心中震撼莫名。楚河，师叔祖。麒麟峰眼眶瞬间湿润：“是你吗？师叔祖？”我微微摇头，随手甩出一道清凉真气渡入二人身体。100多年过去，你们的心性也没有个长进，若是再这样下去，如何能突破桎梏，返璞归真？两人只觉到运流转，感受到了独属于镇妖观观主的威严，眼中满是惊骇，直接对我大礼参拜：“弟子麒麟峰麒麟岭见过师叔祖。”两人一一到地，丝毫不管周围哄笑的声音，哈哈哈！我没看错吧？隔着唱大戏呢，还鞠躬作揖。师叔祖，就他这年纪能当别人的师叔祖？依我看，他们这就是在演戏而已，无非就是想要多一点的拆迁款而已。先出来一个人让他们拆，然后再跳出来2个反对，然后再演一波戏坐地起价，要更多的拆迁款。麒麟峰和麒麟岭根本不理会，对着我沉声道：“师叔祖，这镇妖观拆不得啊！若是拆了镇妖观，镇压灵界的封印破除，到时灵界之门封印。”王长林看不下去了：“你们在这演电影呢？什么狗屁灵界之门？就这破道观下面有灵界之门，赶紧闪开，别挡着拆迁！不就是想要多一点拆迁款？我再给你们多5万，闪开闪开！”麒麟峰冷冷道：“若是镇妖观拆除，封印破除，你们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都要成为下面镇压了千百年的妖魔的盘中餐，吓唬谁呢？”王长林不屑道：“就是有什么狗屁灵界之门，有我们道家协会的江会长在，还不是随随便便就给镇压了？”我冷笑着摇摇头，像在看一群小丑。你看什么看？赶紧起开！王长林不愿耽搁。就在此时，有人尖叫躺倒在地：“王总，有人晕倒了！”王长林对着摄像头说道：“诸位不用担心，只是工人中暑了。在工地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放心，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保障措施，绝对不会让工人受到伤害。”师叔祖，晕倒的那人似乎是有些异常，看他死气环绕，面目被黑气笼罩，怕不是凶煞之气入体。麒麟峰惊道：“难道大阵？”麒麟岭急切开口：“师叔祖，那人如果再不及时给他拔出体内凶煞之气，怕是还请师叔祖出手救人。”救人！我笑得很灿烂，却没有一丝温度。师傅的尸骨便是被此人给掘出来的，你让我救他？两人一愣，眼中陡然喷出怒火：“救我！救我！”晕倒那人忽然开口说话：“有鬼！有鬼啊！”王长林生怕横生枝节，直接下令拆，全部拆了，加速，没几间破庙了。我只是冷笑：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庞大的机械臂一甩，直接将3清大殿捣毁。
鬼。身为道协会长的江云山非但不足，反而拿出手帕嫌弃的堵住口鼻。轰隆，大殿立柱崩塌，泥瓦狠狠砸在三清坐像之上。镇妖怪在无意间立起的房屋，整个王屋山阴云瞬间密布，狂风骤起，所有人没由来的打了个寒战。江云山只觉尾巴骨发凉，忍不住打哆嗦。怎么忽然变冷了？还不赶紧拆完！我身为道教协会会长，亲自来给你站台，已经够给你面子了。难道你要我一直在上面吹风？这就拆，拆完这就下去。我在金沙大酒店都安排好了，还有会长您最爱的兽马都准备好了，还请师叔祖出手，否则这大阵破开，到时人间定要被妖魔搅得天翻地覆。请师叔祖出手，重新镇压封印。两人齐声躬身哀求。我出手。我冷哼甩袖道：是让我出手灭了这些忘恩负义、不知廉耻之徒吗？师父今生被他们曝尸，我镇妖怪世代修行家园被他们毁坏，就连三清祖师都被他们如此侮辱。现在你们要我出手？师叔祖，天下苍生，我何薄于天下苍生？我声音冰冷如霜。几百年来，为了维持大阵，我不曾走出王屋山半步，南时甚至5米下过。我为果父在道观外开辟荒田，可那乡民二话不说，竟然将我开辟好的田地抢了去。我不求他们感激我，只求能留下镇妖观这一片净土。可如今道观被拆，师傅尸骨被毁，现在你们要我出手救他们？呵呵。可是师叔祖，莫要再说了，我给过他们机会了，不止一次。师叔祖再敢多说半字，立即逐出师门。我言语不容置疑。喂，王长林不和谐的声音插入。我说你们有完没完了？赶紧给我让开！我让开了身子，指向仅剩的三清祖师逆向。江会长拆不拆？真的要对神像动手？王长林才想起问问会长。江云山强压着不安。拆，老祖不会见怪。等将来我在山顶再给祖师立一尊更大更威严的雕像。拆，推土机碾过，三清雕像哐当倒地。这是大阵最核心之处。好冷。推土机司机握着方向盘，浑身发抖。江会长脸色不太好。我轻声问道：脸色不好？但凡还是个道家子弟，见到三清祖师像被推了，脸色难道还能好看？他指着我怒斥：亏你还穿着道袍以道士自居，你是怎么笑得出来的？我对着镜头笑出声：没什么，只是想到了好笑的事情。装神弄鬼、危言耸听的东西。江云山强挺起胸膛：诸位不必担心，此人故弄玄虚，什么封印灵界之门，都是编造的谎话罢了。大家之所以感觉到寒冷，那是因为三清祖师雕像被推倒，天人交感之下所感受到的悲凉之意而已。等到此件事了，我会专门办一场法事为诸位祈福。网络弹幕也在带节奏，不愧是道协的会长，说话做事就是大气。相比之下，这镇妖怪的几个人简直就跟跳梁小丑一样，真是魔怔了一样。他们怎么没被刚才倒塌的房屋砸死？就在此时，王屋山上三清雕像之下，一股肉眼可见的黑气冲天而起，将天空染成墨色，阵阵鬼哭狼嚎四起，一时之间飞沙走石，阴气刺骨，灵界之门彻底大开。这是怎么了？怎么天忽然就黑了？那些黑气是什么？这是一个刚去神像上抠鎏金的工人被黑雾吞没。鬼，真的有鬼！那小道士说的都是真的，下面真的有灵界之门。这一刻，所有人疯叫乱窜，无数青面獠牙、奇形怪状的妖魔从地底如潮水般涌出，钟灵毓秀的王屋山瞬间沦为鬼域。大胆妖物还敢害人！齐家兄弟怒喝一声，就要前去救人。住手！我冷淡传音：师叔祖，灵界之门破碎，若是我们不出手，还不知道多少人要死于非命。呵呵，那个被附身的工人，刚刚踩的正是百星上人的遗骨。我无动于衷。镇妖观弟子何在？弟子在。两人以为我终于要降妖伏魔，听我口令，我命令你二人传令给其他宗门。我盯着他们一字一句道：不得插手此事，如若不遵，便是与我镇妖观一脉为敌。师叔祖，两人骇然死灰。是，谨遵师叔祖谕令。系统提示在疯狂刷屏。叮，恭喜宿主获得悔恨值30点。叮，恭喜宿主获得悔恨值50点。叮，恭喜宿主获得悔恨值80点。江会长，江会长救我！王长林死死躲在江云山身后。江会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数人绝望地涌向江云山，救我，救我啊！江会长，一头6臂长蛇鬼当着江云山的面，把一名记者生吞活剥。江云山面色惨白，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江会长，你快出手啊！江会长，你不是道教协会的会长吗？你不是说可以镇压一切异常吗？快出手，我愿意捐出我所有的钱，只求你救我一命。江云山快被人群撕碎了，他连道书都认不全，拿什么镇压？他漫无目的四处搜寻救命稻草，然后看到了我，在妖魔四乱中，我方圆1丈之内百鬼不侵，那幽魂靠近我，直接化作青烟飘散。大师，救命！大师，我愿意给你道协副会长的位置。江云山急促求救，道协副会长，我笑了，我可以救你。我淡淡开口，多谢大师，多谢，但是我选择不救。什么？江云山如坠冰窟，随即便被疯狂的人群淹没，他们全疯了。道长，我不该推到你家师父的祖坟，我不该。恶鬼一口将其吞没，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王长林裤裆全湿了，甩出支票狂喊：这里是300万，都是你们的了，让我过去。等出去之后，我再给你们1000万。生死关头，竟然还有人为这些废纸争抢，看他们见小利而忘命，不正如刚才他们为了利益强拆镇妖观那般嘴脸。全网直播画面停留在带血肉的骷髅身上，这不是 cosplay， 这是真的。那小道长说的都是真的，镇妖观下面真的封印着灵界之门。我家就在王屋山附近，我已经能看到山顶上的黑气在不断扩散了。现在该怎么办？江会长，你快出手啊！江会长，你放手！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拆了这镇妖观，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江云山一脚踹开王长林。江会长，我还不是为了给你建一个更大的道观，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咱们商量好的，你可不能不管我。谁跟你商量好了？从一开始我就不让你拆，结果你非要拆，我不放心还过来看看，结果刚到这你就已经拆完了，滚开！江云山发了疯一样朝我挤来，一团魔气拦住去路，他直接将小道童推了出去挡灾。魔物们忽然停顿，竟然齐刷刷朝着我扑来。被满院极品气血吸引的妖魔们终于露出了獠牙，你们2个还愣着干嘛？我对齐家兄弟冷声道：是我等这就斩妖除魔，斩妖除魔。我嗤笑，是给他们送菜，过来我身边，清心静神抱元归一，随手打出2道灵光入2人体内，一头白骨妖虎扑至，却瞬间被兄弟2人身上的金光焚成虚无，神形俱灭。小道长好厉害，小道长果然有能力救我们。什么小道长？那是楚大师，楚大师救我们，救
救我们啊！看我举手投足灭杀妖魔！绝望的众人死死攀附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道长救我，我给你1000万，不，2000万，救我救我！我认识做律师的朋友，我可以替你告这个强拆的王长林，让他坐牢。救我道长，你可是道士，乱世出山不是说的就是你们，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更有甚者直接道德绑架。道长，那些摄像机可都还在工作着呢，你看这是直播画面，现在所有人可都看着你呢，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否则你以后的名声也一定会臭大街。救人是你的本分，如果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送死，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良心？我嘴角勾起一个危险的弧度，维护大阵数百年神魂受累，他们跟我讲良心，于是我看向摄像机，呵呵，你们说所有人都在看着，对对对，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你快救我们，等到时候我给你运作一下，让你成为全国的道德模范。我们很多人都是做传媒的，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保证让你成为全天下人都仰望的偶像。我继续道，想必正在观看直播的也有不少我道门的同道吧？江云山闻言眼中燃起希望，道长不愧是道长，在这种关头还那么冷静，竟然还能想到通过摄像机对着外面求救。对对对，看来都是我们误会道长了，道长菩萨心肠，又怎么会扔下我们不管呢？王长林干嚎，呵呵，你们不要误会了，我并不是要求救，我反手甩出一道凌厉的金符，虚空轰然炸断，远方最强的一头巨型大妖竟然连一息都没撑住，直接在这金符下灰飞烟灭，一众妖魔吓得肝胆欲裂。我看着惊呆的众人微笑道，看到了吗？我若想斩杀这些妖物，反手便可灭掉。这些妖物对你们来说宛如洪水猛兽，而对我来说不过是土鸡瓦狗，灭之易如反掌。看到了，看到了，道长威武，呵呵。既然这些妖物对我完全没有任何威胁，我又何必求救？众人犹如被重锤击中。那道长，这些妖怪对你来说翻手可灭，你就救救我们吧。是啊，道长，我错了，我不该说你在求救，你那么厉害，又怎么会需要求救？我神色冷漠，你当我随手灭掉那一只妖怪是为了你们吗？我再度死死盯住转播镜头，我知道肯定已经有不少道门众人注意到了这场灾难。现在我要对你们说，以我镇妖观观主的名义，任何道门众人胆敢前来插手此事，都将是与我镇妖观为敌。若胆敢不听，便如同刚才那妖兽，所有人都傻了，彻底绝望。你好狠的心，你不救我们也就算了，为什么也不让别人来救？江云山彻底崩溃，跪倒在地。道长，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对你不尊敬，我不该贪墨你的拆迁款，我不该瞧不起你，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救救我吧，只字不提拆庙之罪。呵呵，周围所有的妖魔此刻完全被我厉威的手段吓住，死死推在我3丈外不敢靠近。我指向骑士兄弟，你们不准动。随后冷冷扫向四周道，至于其他人，你们随意。群妖顿时放声狂嚎，再无半点忌惮。道长，只要你愿意救我，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啊。江云山抓起旁边一人砸向妖魔，吃他们，不要吃我，我是道协的会长，我跟刚才那道长是亲戚，不要吃我啊。王长林也发疯惨叫，对对对，那细皮嫩肉的最好吃了，而且刚才他打死了你们的一个同类，难不保等会他也会对付你们，你们联手一定能把他吃了。楚河，你不救我们你也要死，难道这些妖魔会放过你吗？等他们吃完了我们，肯定还会去吃你。唇亡齿寒，唇亡齿寒啊！不救你们就要杀我。我眼神一绝，让我把话说清楚一点。自灵界而来的生灵们，你们想做什么便去做，不用担心我是否会出手，放心，我绝不插手。众妖最后顾虑尽散，疯狂扑进人群。就在此时，外围却雷霆暴喝，呆，宵小妖魔，安敢造次！砰，一道符咒直接炸断了白骨妖的肋骨。3名外宗道士强势介入，该死，封印竟然真的破除了。镇妖观的人都是废物吗？竟然酿成如此大祸！师傅现在怎么办？镇妖观的人废物，可要连累天下了。哼，早知道就该把这镇妖观抢过来，把这废物赶出去，也不会酿成此祸了。老道一指轰碎妖魔，给我死！师傅威武！老道神色淡然，眼中带着不屑，死死看向了我。身为镇妖观传人，竟然任由封印破除而不作为。老道高高在上，冷哼出声：“你可知罪？”我嗤笑一声，我反倒要问一下你们，竟敢不顾我的谕令强行来此，莫非是要与我镇妖观为敌？我声音变冷：“尔等可知罪？”哼，大言不惭！为首那人讥笑道：“还当你们镇妖观是几百年前的镇妖观？”另一人说道：“我等乃是道家正统上清派传人，你有何资格命令我等上清派？”我玩味的笑了一下：“杨旭东是你们什么人？”那是我家祖师。那人说道：“且让你知道，这位是当今上清派战坛执事杨玉峰大师，乃是杨旭东祖师第7代传人，原来是杨旭东的徒孙辈。”我不屑笑笑，几百年前杨旭东曾上门求教，我也指点过他几句，算起来你们还要唤我一声师叔祖，大胆无耻小儿！杨玉峰怒道：“废物一样的人竟然也敢侮辱我家祖师！师叔！”那封印缺口越来越大了，站在杨玉峰身前的徒弟惶恐道。杨玉峰瞥了我一眼，低声道：“这就吓住了，不敢。”两人恭敬低头，亲临亲怒。我教你们多少次了，遇事不要慌张，不过只是封印破裂罢了。我上清派传承那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师叔说的是。青木青灵根本不敢反驳，这些妖怪看似厉害，可实际上对我们构成的威胁并不大。真正的隐患是那些还在封印之下的大妖。他眼神微眯，冷声道：“现在的封印缺口太小，那些大妖还钻不出来。如果等到封印缺口变大，那些真正的妖魔钻出来，后果不堪设想，那怎么办？慌什么？”杨玉峰呵斥道：“现在封印缺口还小，我们给他重新封上就是了。”杨玉峰挥手斩杀了一只妖魔，其余妖魔踌躇不敢上前。那些绝望的众人犹如找到了主心骨，纷纷朝他涌去。杨大师，救救我们啊！杨大师，杨大师，我是道家协会的会长，只要大师您能救我，我就把我会长的位置让给你做。杨玉峰嗤笑一声：“什么狗屁的道家协会？要知道道家本有个隐秘联盟对付灵界封印，历代皆由出力最多的镇妖观担任盟主，我正是以盟主之令喝退天下道门。只可惜师父死后，各大派早就不把镇妖观放在眼里了，都不必惊慌。”杨玉峰气沉丹田发出一声蕴含道家真言的呼喊，大场面顿时安静下来。大阵封印上没有完全的破除，届时我只要把这封印重新填补上，自然也就没事。
事了，多谢杨大师，杨大师才是正儿八经的道士，济世爱民，功德无量啊，哪里像是那镇妖怪的小子，明明有本事却不救人，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真是丢到家的人。各种污言秽语充斥耳膜，杨玉峰并未阻止，一脸笑意的看着我，只等这些人骂够了，才大步朝封印缺口走去。只是他还没走到破除的封印前，我便闪身拦住了他。你想重新镇压封印？我带着玩味看着杨玉峰，哼，不错，呵呵，问过我的意思了吗？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这废物还想阻挡我不成？杨玉峰眼神微微眯起，给你3息时间，马上滚开，不然怎样？不然就死。阻挡我救人，那就是在杀人。我杀你天经地义。麒麟峰和麒麟岭顿时站了出来，竟敢对我镇妖观主如此无礼，好大的胆子！观主，杨玉峰眉头一皱，看向我，竟然让这样的废物当观主，真是没有想到，镇妖观竟然破落到这种地步，把看管封印的事情交给这样的毛头小子，简直就是儿戏。正是如此，才酿成了今日大祸。待我镇压了封印，一定饶不了你们，饶不了我。我笑了，你又算是什么东西？呵呵，小子，莫非你真的以为自己是镇妖观观主？有了这个名头，我就不敢动你。你可知你看守不住封印，这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吗？我若想镇压封印，一根手指就能做到。我伸出小拇指又收了回来，但是我偏不这样做。就连他们要拆除这镇妖观，我没有阻拦。灵界封印将要破除之时，我也没有出手加固。这些妖魔横行无忌，肆意妄为，也都是我在纵容。你是故意破除封印的？杨玉峰惊道：“你疯了！我原以为你只是废物，无心导致封印破裂。你枉为道门正统，你对得起你镇妖观祖师百星上人吗？”听到百星上人名字，我眼神一冷。若是百星上人见到他曾经拼死守护的人们，现在如此对待他，甚至将他的坟墓掘开，将他尸首挫骨扬灰，将他灌注了心血的镇妖观毁于一旦，他又会是什么感想？竟然故意破开封印，你好狠的心肠！杨玉峰根本不听我的话，怒道：“等我镇压了封印，再来找你算账。”镇压封印，我嘴角勾起微笑，伸出手指，直接一道灵光打在了封印的缺口之上，咔嚓，伴随清脆的裂音，原本1尺来宽的裂缝，顿时裂成了2尺，比刚才汹涌了1倍的无尽魔气瞬间冲天而起，此地宛若鬼域。你不是说我故意破开封印吗？呵呵，那我就故意给你看。人群绝望的大叫：“怎么办？裂缝扩大了，我们死定了！慌什么？”江云山下的裤子湿透，却还狐假虎威，没见到有高人在这，对吧，前辈？你一定能保护我们平安无事吧？杨玉峰脸色铁青，彻底失去了掌控的余地。住手！杨玉峰惊怒交加，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此前封印被毁，你无动于衷，或许还情有可原，可此刻你竟然妄自破开封印，你罪无可恕，罪无可恕！我笑了，这天下谁能定我的罪？我身上陡然爆发出一股气势，随手一打，又是将封印破开了一些。杨玉峰头皮发麻，你这是在找死？这些妖魔就已经让人难以应付，难不成你也想死在里面？这就怕了。我看着封印裂缝，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等会大妖出事，你岂不是要直接逃跑？什么大妖？杨玉峰脸色一变，决绝冷声道：“青灵青木，布置3才阵法，杀了他。封印若再破一丝，大妖将是谁都走不掉。”杨玉峰杀伐果断，直接袖中摸出一根锐利的法器尖刺，直指我喉咙戳来。我随手将齐家兄弟推到一边，你们2人好生照顾好自己，记住，不准救任何人。好小子！杨玉峰大怒，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叮的一声清脆的金石之音响起，杨玉峰只觉手臂发麻，这必杀妖物的祖传发簪竟好似戳在了铁板上，这怎么可能？呵呵，我看着近在咫尺的杨玉峰嗤笑道：“看你是小辈，我便站着不动，让你打又如何？”杨玉峰暴退而去，这才看到我身上竟然有一层黄黄金光，那是镇妖伏魔，金刚不坏的神光咒。此等消耗巨大的秘法，我竟能信手拈来。青灵青木，还愣着干嘛？3才阵瞬间成型，青灵青木拔出清风宝剑，3人将我死死围住，剑刺如雨般落在我的金光上，发出打铁般的当当声。闹够了吗？就在这疾风骤雨的攻击之下，我懒洋洋的开口：“你们弄破我的衣服了。”话音落下，杨玉峰警兆突声退，可哪里还躲得开？我周身金光猛然一震，杨玉峰3人瞬间如遭重击，直接倒飞出去，重重摔落。砰的一声，杨玉峰跌在地上，强行压下喉间逆血。江云山等人满心的希望轰然劈裂，只剩无尽的绝望恐惧。是你逼我的！杨玉峰起身怒目而视，青灵青木，给我护法！我要施展伏击之术，请祖师上身。伏击之术，我笑笑，有趣有趣。我堂堂正正站在原地，根本不屑偷袭，反而饶有兴致地听着耳边疯狂弹出的系统提示。在这片刻的绝望发酵下，我的悔恨值已然突破整整10万大关，并自动解锁了众妙之门，只需花费10万悔恨值，便可感悟大道。我毫不犹豫兑换，丁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妙法居神咒。我乐了，这不正是齐天大圣曾用来居土地山神的霸道法门？只要在此地，哪怕是神仙魂魄，也得瞬间给我居到面前。恰在此时，杨玉峰浑身爆发出青色的冲击波，逼退了周围的妖魔。请祖师上身！青灵青木连忙点燃香烛，上清法道绵延不绝，斩妖除魔轻满人间。恭迎祖师降临！杨玉峰猛地睁眼，一尊高达3丈3的星神虚影拔地而起，立于他的身后，身穿藏青道袍，头戴墨玉冠，神威浩荡。这简直就是神迹！我们有救了，有救了！绝望的围观者们再次沸腾，而我却带着戏谑打量那道虚影。请了半天，你就请了这么个玩意？确实是个熟人，上清派的祖师无量天尊。杨玉峰浑身沐浴神光，孽障竟然助纣为虐，故意释放妖魔祸乱天下。今日我便替天行道，将你斩杀！江云山直接跪倒在地磕头，恭迎祖师下凡。人群也癫狂欢呼，让天神大人灭了这些妖魔。还有那个妖道，师叔祖不可力敌。齐家兄弟想护驾，却被我挥手扫开。你们捣什么乱？不过土鸡瓦狗罢了，用得着这么紧张？大胆！杨玉峰怒喝一声，不过是稍有点手段罢了。今日便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杨玉峰借着祖师显圣般
般的虚影，装腔作势地向全场宣告：诸位不必慌张，吾乃上清传人，今日便将这封印加固，可保天下无虞，你们自然也会无恙，享受着众人膜拜。他高高在上指向我：楚河小儿，念你也是我道门中人，且你祖师百星上人也确实为镇压封印出了一点力，如今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开道路，让我加固封印。等到此件事了，再代表镇妖观当着天下人的面道歉，并且要废去修为，此后余生都在我上清派魔心牢面壁思过，出了一点力，牺牲性命在他嘴里只是出一点力。我笑了，看来你也想为镇压封印出一点力，也好，那我就满足你。哼，既然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不闪开？错误！我嗤笑一声，抬手朝杨玉峰摇摇一指：腐草之银安敢与日月争辉。杨玉峰屈指一弹，操控巨大人影射来一道神光，我毫无花哨的一道劲气，瞬间把那神光像戳气球一样击破溃散。杨玉峰一愣，生死大恐怖瞬间锁定了他的心神，他死死咬着牙，惊骇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敌，让这小子嚣张。杨大师出手，他肯定要死了，善恶终有报。杨大师替天行道，是我们道门的楷模。江云山还在一旁谄媚，对吧？杨大师，亲临青木烧高香。杨玉峰满脸狰狞，狂吼出禁忌之语，燃烧自身精气受命以求祖师力量，神清气凝，万法无形。金然高香，请神速临。徒弟含泪插下高香，青烟滚滚，被那巨大虚影吸入。杨玉峰虽被抽散了绝大部分精气，但那祖师巨大的虚影此刻却宛如活过来了一般，双眼彻底睁开。你死定了！杨玉峰俯视着我，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净三宝天尊在此，竟然逼得我烧高香降下祖师一半神通，你足以自傲了。请祖师降下神通，斩妖除魔。全场所有人乌泱泱死死跪倒了一片，在震耳欲聋的神道降临声中，杨玉峰指尖雷光骇人，上清一指灭耳魂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身为镇妖观传人，你本该镇压封印，却不顾天下苍生安危，任由封印破开，你可知罪？你再墨迹一回，体内的灵力就要消耗干净了吧？我笑道，死到临头还牙尖嘴利，也罢，我便成全你。杨玉峰冷声宣告，不过在此之前，我要代表天下道门，将你道家身份收回。百星上人身为道门72贤，竟然教出了你这样的徒孙，他也要被移出72贤之位，从此天下道门再无镇妖观，整个世界都要没了。有没有镇妖观又能如何？我收敛笑容，寒意爆发。不过我师父也是你可以妄议的，孽障！今日我便让镇妖观不复存在。杨玉峰厉喝一声，霸道一指猛戳而来，只听一声犹如放屁般的轻响，他指尖冒出一股青烟，然后一切归于死寂。看杨大师要施展神通了！杨大师威武！众人还没欢呼完，便错愕地看到，原本宛若天神降诞的祖师虚影，居然主动收起了威压，缓缓将手放了下来。什么？杨玉峰发觉不受控制，吓得冷汗直流。他惊悚地回头，却看到自家唤作杨兰峰的祖师虚影，正用极其人性化、极度忌惮的复杂神色，直勾勾盯着我。杨兰峰当然认得我，600年前他在镇妖观鼎盛时见过我，而现在600年过去，他早已成了一缕真灵，可我依然是那副少年的模样。这老狐狸怎会不懂？这代表着何等不可名状的恐怖修为！祖师爷！杨玉峰骇然大叫解释，此辽虽然同属道门，但是他竟然妄自将灵界封印打开，甚至欺师灭祖，把百星上人的骸骨都挖出挫骨扬灰。此辽已经堕入魔道，请祖师出手镇压此辽。巨大虚影发出一声长叹，上清传人杨玉峰何在？弟子在。杨玉峰以为祖师要发威，你跪下！惊雷般的声音轰在杨玉峰脑海，他丧失了思维能力。祖师，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此人论辈分乃是你的师叔祖。杨兰峰神威不可抗拒，死死压着杨玉峰。扑通！杨玉峰结结实实的跪在了地上，也如同尖刀般跪穿了场上每一个人的心脏。江云山的笑容僵住了，救世主竟然连手都不敢动，先给这小子下跪了。楚道友，我已经让门下弟子给你下跪道歉，此事就此了结吧。杨兰峰虚影看向我求和，封印此时加固还有一线生机。楚道友，你我二人联手定能重新镇压封印。我为什么要镇压？我冷笑，因为这是你镇妖观的职责所在。当初百星上人用生命守护了人间，你身为镇妖观传人，难道不该效仿百星上人，好一出恶心的道德绑架？百星上人用生命守护了人间，那世间之人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将他挫骨扬灰，他们都是凡人，你又何必跟凡人一般见识？杨兰峰大义凛然道，楚道友大度一点，不就是一点小误会解开就行了？麒麟峰麒麟岭何在？我唤道，在。杨兰峰面露微笑，你看这就对了，你我两门联手镇压，给你们2个新的任务。我无情打断他，回头去上清派，把这个杨兰峰的祖坟给我刨了。杨兰峰虚影一颤，你敢？怎么我这还没挖你祖坟呢，就不大度了？我笑了，楚河，现在不是争执这些的时候，若是能把这封印镇压了，便是让你刨了我的祖坟又能如何？杨兰峰沉下了老脸，很简单，只要你效仿百星上人，散尽全身功力，以肉身镇压封印，定能将封印加固100年1000年。可惜，如果我的肉身还在，又何必让楚道由你来做这事情？我一定第一个冲过去堵住封印。可惜啊！我淡淡回答道，这天才的主意也难得你能想得出来。楚道友，现在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若是再不镇压封印，世间将永无宁日，与我何干？与你何干？这是人能说出的话吗？杨兰峰终于绷不住了，神像轰隆隆暴涨，不就是我徒孙杨玉峰得罪了你？我已经让他下跪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楚师兄，我最后再叫你一声楚师兄，给你一个主动现身的机会，我保证我上清派必定会撰写碑文，将你的事迹记录在案，供万人传唱。主动现身，说得多好啊！我脚尖离地，身形逐渐飘入半空。如果你还不知悔改的话，杨兰峰法向天地扩张到极限，冰寒刺骨道，那就只能让我帮你去堵住封印了。被迫跪在地上的杨玉峰也届时站起，咬牙切齿道：祖师，我已经下跪道歉，可他仍然不接受，可见此辽已经堕入魔道，冥顽不灵，请祖师降下神通，诛杀此辽。楚河，你不愿舍身成人，今日我便助你舍身成人。杨兰峰双泪长出4臂，为了天下苍生，还请楚师兄去死。道法上清御雷，轰隆隆的雷声伴随着阴云翻滚，斩魔诛邪。就在此刻，是一道雷光陡然砸落，直接将一头妖魔劈成飞灰。仰望神威的众人此刻再度狂喜，认定了这才是真正的神仙手段，自己安全度过了一劫，而我即将成为渣
鸭子。我看着满天翻卷的雷云与虚伪的同道，眼中毫无波澜，嗤笑一声。我迎着天雷淡淡吐出真言：众妙之门先天妙法，拘神咒。即这拘神咒听起来简单，可却是正儿八经的先天妙法。我获得百星上人传承，一身修为深厚无比，可施展起来也觉得有些吃力。什么狗屁拘神咒！杨玉峰狰狞怒道，在我上清雷法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我要你碎成灰！他手指并拢成剑，直接朝我戳来。一道闪电似乎被他牵动，直直劈向我。压抑许久的憋屈，终于让他发泄了出来。他确信有祖师相助，我绝对躲不过这一击。事实上，我也确实没有躲避。这么粗的闪电，应该也不知道能不能把神魂劈碎。明明电光火石之间，可杨玉峰和在场所有人还是清晰听到了我轻飘飘的话音。白光一闪，雷霆劈下。这时候，杨玉峰的怒吼才显得格外刺耳传开，不但能把你的神魂劈碎，还能把你的身体挫骨扬灰。江云山等人赶忙朝我望来，人呢？人被劈死没？肯定被劈死了，还没死，他在天上。有人惊呼，众人纷纷抬头，只见我悬停半空，安然无恙，连头发丝都没伤到一根。楚河头上是什么？怎么感觉那么像是杨大师请来的祖师？众人仔细看去，只见我头顶处有一个蜷缩成球的人影，面目惊恐挣扎。不是杨兰峰还能是谁？轰隆隆，又是一道雷霆劈下。上清派的雷法显然不会拐弯，直接劈在了杨兰峰身上。停，快停下！你这孽徒！杨兰峰肝胆欲裂，无限的恐怖将他包裹。这特么的怎么可能？他感到浑身灵力充沛，却像失去灵魂的木偶般，完全不受自己掌控。这种生死不由己的感觉，他已几百年未曾体验过。拘神咒，他终于明白了这3个字的分量。祖师，你在这小子头上干什么？杨玉峰惊道，为何要给他遮挡雷电？杨兰峰掐死他的心都有，你当我愿意给他挡雷电？杨玉峰这才意识到不对劲，脸色瞬间煞白。祖师竟然被他控制住了，似乎为了验证他的猜想，我单手一挥，杨兰峰巨大的身影瞬间缩小成拳头大小，被我死死捏在手里。你放开我家祖师，否则便是与我整个上清派为敌！杨玉峰色厉内荏喊道，这可能是误会，你快放开我家祖师！我微微一笑，缓缓握紧了手。嘎吱嘎吱，杨兰峰的身形不断扭曲碎裂，神形几乎溃散。杨玉峰再也硬气不起来。我是个连灵界之门都不在乎的疯子，又怎会在乎上清派？若祖师真灵被捏碎，整个上清派都将遭到重创。他彻底抛弃了面子，扑通求饶。楚大师，在下知错了，快放了我家祖师！毕竟我们同出道门，都是一家人，现在又知道是一家人了。刚开始喊打喊杀的时候怎么不说？江云山等人满脸的不可置信。杨大师，刚才你还要把人家诛杀，怎么现在又说一家人了？你们怎么说也是名门正派，必须要保护好我们。如果不保护好我们，就让你们上清派臭大街！众人又开始纷纷指责杨玉峰。我笑了，看看这就是你要守护的人。杨玉峰脸色犹如吃屎般扭曲，悔恨、愤怒、惊恐挤在脸上，咬牙道：“求楚前辈放过我家祖师！”我呵呵一笑，封印不镇压了。杨玉峰面如考妣，抿唇不语。我不理他，对着手里的杨兰峰道：“你不是要以身堵住封印吗？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我做事要将他扔进封印裂口。”不要！杨玉峰打了个寒战，放过祖师，那封印我们上清派不镇压了？什么？王长林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江云山更是浑身力气被抽干，歇斯底里狂吼：“继续打啊！怎么停手了？”王长林爬起来指着杨玉峰怒骂：“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身家上百亿吗？你要是对我保护不周，我就要让你们上清派彻底烂掉！我是道教协会会长。”江云山破罐子破摔，对着直播镜头大喊：“我宣布，我要把上清派开除出道门！”啪！杨玉峰一巴掌扇在江云山脸上，将他抽飞出去。你敢打我？江云山恐惧怪叫。杨玉峰阴沉着脸走上前来，在亿万直播观众面前，直接一脚将江云山踹进了妖魔群中。惨叫声只响了半秒便戛然而止，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王长林脸皮狂抖，彻底噤声。杨玉峰带着畏惧看向我，抱拳躬身：“师叔祖，我知错了，我在此立誓，我上清派绝不参与此事。”我看着他，不置可否。他确实是为了苍生而来，算是个好人，但这世道好人没好报。就如刚才他明明护住了这群人，却在烈士时被百般指责。好好看看吧，这就是你要保护的人。你到底想要什么结果？想要他们对你的敬仰吗？杨玉峰如鲠在喉，满心悲哀。他苦涩开口：“师叔祖，你镇妖冠一脉镇压封印几百年，为何这次要放任封印破开？难道你真的想要妖魔祸乱人间吗？哼，就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猛然伸手一吸，已化作孤魂的江云山被我捏入手中。此人自称道协会长，实则半点本事没有，还联合强行拆除我镇妖冠，简直道门耻辱。我随手一扔，江云山的魂魄再次被妖魔分食。接着，我又将人群中的王长林吸入掌心，看着他因为恐惧扭曲发抖的肥脸，轻笑一声：“你问他，最开始我是否警告过灵界之门？我是不是说了强拆的后果？可他们只把我当笑话，连我师父的遗骸也被他们挫骨扬灰，打算拿去卖钱。呵呵，你没见到他们当时那幸灾乐祸的嘴脸。我将肥猪般的王长林甩入妖群，他们种下的恶果，他们自己吞。我再说一遍，任何道门不得参与其中，上清派绝不参与其中。”杨玉峰冷汗长流，疯狂点头。全场死寂，只剩无数人窒息般的悔恨。直播弹幕也陷入了长久的真空。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就在这死寂中，一声爆响传来，封印裂缝扩大，一道巨大的黑色身影缓缓爬出。天妖降世，再无回旋余地，冲天魔气直接冲散了天空的乌云，阳光洒下却没有一丝温度，现场只剩风声，万千妖物尽皆伏地瑟瑟发抖，迎接着他们的王。几个月来，我一次次情真意切的警告，他们只当我是抬价的小丑，最终强拆道观，挖我恩师骸骨。现在劫难波及世界，所有残存的人扑通跪地，痛哭流涕的哀嚎着不想死，哀嚎着害了家人。我古井无
无波。若当时有一人站出来阻止，哪怕只有一个，我也绝不会任由封印破开。可他们只是在看笑话。裂缝中探出一只数十米长的漆黑利爪，遮天蔽日的压迫感袭来。那是一只巨大的黑猫，九命猫妖。杨玉峰瞠目结舌，这可是数百年前曾导致帝国瓦解的恐怖天妖。九命猫妖黑洞洞的眼睛扫过下方，妖魔与人类竟齐刷刷陷入了癫狂魅惑之中，疯狂自残，挖眼咬舌，甚至自爆，鲜血汇成河流，化作精纯能量被猫妖一口吞下。刺耳的咀嚼骨头声令人胆寒，连与祖师神魂合一的杨玉峰都不受控制地朝前走去。楚河，出手，快出手！杨玉峰狂吼，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我笑了，不，最后的机会你们已经用过了。爱徒青林青木狂笑着冲到猫妖脚下自爆，杨玉峰目眦欲裂，用尽最后能量朝猫妖猛冲拼命。我只是淡淡看着，一切皆是徒劳。我眼神一寒，麒麟峰和麒麟岭竟然也被魅惑朝猫妖走去。感动我的人，我冷笑捏诀，伏魔阵妖神光咒悍然发动，猫妖正欲伸爪吞噬，却只听叮的一声脆响，齐家兄弟和杨玉峰瞬间被金光笼罩，恢复了清醒。骇然回望，是我出手救了他们。巨大的猫妖剑爪击指让金光泛起涟漪，那双妖瞳瞬间眯起。伏魔阵妖神光咒，苏媚诱惑的女声中竟夹杂着一丝恐惧的轻颤。镇妖冠冠主，猫妖瞬间锁定了我，满身黑毛微微炸起。我从未见过如此弱的镇妖冠主，杀意暴涨，那足可撕裂苍穹的巨爪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压当头向我拍来。我迎风而立，毫无退避之意，两字清土居神，玄奥不可见的波纹猛然荡开，巨爪悬停半空。九命猫妖连同周遭空间犹如被瞬间冻结。这猫妖惊悚咆哮，怎么可能？你真是镇妖冠主？可镇妖冠主在，为何封印会破开？我冷笑如冰，因为是老子放你们出来的。我单手轻轻一挥，磅礴如山的猫妖身躯竟如玩具般被我抡起，狠狠砸在地上，轰的一声地动山摇，不知多少方才还耀武扬威的魔物，直接被猫妖庞大的身躯压成了肉泥惨死。不，这怎么可能？九命猫妖惊骇欲绝，就算面对几百年前的百姓上人，他也未曾有过如此无力之感。你那么强，为什么还要任由封印破裂？难道是故意想将我们一网打尽？我嗤笑，只有一句话，你脱困后随你去哪，但别来招惹老子，否则我能把你放出来，也能把你塞回去。猫妖脚下的瞳孔闪过金光，他懂了，我不管世事。我又指了指齐家兄弟，这两人也不准动。猫妖感觉到锁定周身的禁制悄然消散，他谨慎退开数十丈，为试探我的底线，猛然张开血盆大口朝残余人群吸去，狂风卷起，几十人吞入腹中。他紧盯我的反应，而我依旧只是冷漠看着这一切。他终于彻底狂欢，整座山顶顿时化为妖魔血焰，残存者连滚带爬逃到我周边10丈求救，却被我挥手用狂风扫在外面，瞬间成了妖魔口中的血石。假以时日，人间处处都将是如此鬼域。活在金光庇护下的杨玉峰悲催地看着我，他转身准备离去，顿足道：楚河，我不屑你不杀之恩，但我提醒你，自负还来得及。山下便是龙虎山正统天师，你定死无葬身之地。龙虎山，我微微一笑，吩咐齐家兄弟，你们2人下山，告诉那些道门众人，任何人不得参与此事，否则后果自负。杨玉峰深深看了我一眼，不再停留。齐家兄弟虽世界观崩塌，但也只能领命下山。猫妖见状，贪婪地望向山下散发旺盛精气的正统天师们，正欲下山饱餐。你要下山？我喊住他。猫妖瞬间身子僵硬，浑身炸毛，摆出防御姿态。你不是不管吗？我是不管。我呵呵一笑，不过你现在实力未稳，山下可是龙虎山天师，你确定要去送死？猫妖眼中怒火喷薄，那群老牛鼻子，且等我恢复一下，再去生吞了他们。他乖乖在原地盘踞稳固境界，源源不断的妖魔窜出封印，逃向山下。不远处的城市火光冲天，却没有一头妖魔敢靠近我。我闲庭信步走到巨石上，盘腿坐下，打开系统面板，悔恨值384592。看来系统只能收获一定范围的悔恨，无法靠直播收割全网，不过也够用了。我毫不犹豫花费10万悔恨值兑换众妙之门，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妙法中阴身。我微微撇嘴，有些鸡肋。中阴身为鬼神混沌之境，虽修行神速可堪比开挂，但终究不是功法之术，不够再来。我毫不犹豫，直接点下了第2次兑换。一声系统提示音之后，我获得了第2次感悟，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妙法观海听涛。观海听涛，观海宗的攻击法术，垃圾罢了。这法门功夫兼备，在观海宗人心中是全天下最顶级的绝学，修至大成可幻化汪洋大海，威力无穷。可我的胃口早就变大了，这法门在我眼里远远不够看。若是观海宗的人听到我这番评价，怕是世界观都要崩塌。毫不犹豫，我开启了第3次抽奖，丁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妙法五雷正法。我眼前一亮，直接从石头上站了起来。道门法术中，引雷术最普遍，可真正的雷法却极少有人掌握。天师府作为道门执牛耳者，便是以雷法闻名。我这次直接抽到了五雷正法，简直是意外之喜。远处的九命猫妖见我忽然起身，吓得暴退出去，还以为我要对他下手。看着我喜怒无常又实力高绝的模样，他只觉得压力山大。我平复心情，仔细感悟着脑海中五雷正法的要诀。所谓正法，便是不需要事先准备法坛，也不需要符咒媒介，只需利用自身灵气运行，便可瞬间接引天雷下凡。五雷代表金木水火土5行，几乎可以克制世间一切强敌。消化完秘法，我转头看向山下，山下不远处的王屋县广场上，正上演着一场荒诞的求生戏码。一白一黑2尊巨大的汉白玉香炉立在太极图案的阴阳眼上，里面各自插着9支高香，这叫99连环香，上通33天，下达33地，不到天下苍生存亡的绝境绝不可点燃。广场周围无数神情惊恐的群众，正死死围着中间布阵的道门高人。大屏幕上正播放着王屋山上的炼狱景象，方才冲下山的几只妖魔已被这些高人顺手解决，所以他们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救命稻草。大师，你们不能抛下我们不管，你们让我们走就是要我们死，都跟你们说了，大阵若是成型，直接就可以忽悠你们一城的百姓。为首的道人名叫张志成，乃天师道传人，他厉害，你们现在往前急阻碍大阵运行，不但救不了你们，全城百姓都要完蛋，只要大师能救我就行了。前排的人自私大喊，不要管全城了，他们会原谅你的。志成道
道友，跟他们废话什么？直接驱逐！如今大敌当前，与其让他们阻挡我们死在妖魔手下，倒不如我们先将他们给超度了。旁边一人冷声开口，他是格造山传人葛林根。这话一出，拥挤的人群吓得纷纷后退，甚至发生了踩踏。志成道友，你看王屋山上，两人抬头，只见一只黑色的巨猫正飞速冲下山来，地动山摇，天妖，那是天妖出现了。张志成大惊失色，快布置阵法，不然来不及了。两人迅速清场，联手布阵。正忙乱时，满身沾血的杨玉峰失魂落魄地逃下了山。杨道友，青灵青木呢？他们都死了。杨玉峰绝望地将山上发生的一切全盘托出。张志成听完怒骂，这些强拆镇妖观的人不仅自私，更是废物，竟然把百星上人的遗骨挫骨扬灰。杨玉峰苦涩道：镇妖观主楚河实力强横，还会诡异的拘神法术，我请来的祖师都被他击溃了。葛林根轻哼一声，镇妖观早就没落了，他那拘神法术也就是仗着传承诡异罢了。我跟志成道友可是雷法正宗，岂会怕他？真正该担心的是那尊天妖。结阵，迎接天妖！葛林根大吼，九香阴阳大阵瞬间激活，通天光柱亮起，在场群众激动的差点磕头，以为终于有救了。我踩在九命猫妖的头顶，居高临下看着这大阵，嘴角掀起一丝不屑。九香阴阳大阵，呵呵。葛林根和张志成也看到了我。九命猫妖头顶是谁？是楚河。杨玉峰打了个哆嗦，他就是镇妖观主。葛林根大怒，指着我骂道：楚河，你身为镇妖观主，竟然投靠妖魔，你心中还有廉耻道德吗？廉耻道德？我声音冷冽，我一人镇压封印几百年，无人供奉，几次差点命陨，你们有何资格质问我？说到底不过是掩盖你失职罢了。葛林根嗤笑道：世代镇压封印是你的职责，有人逼你吗？百星上人牺牲自己，也不过是为了博取道门盟主的虚名罢了。就算他不出手，等我们三山门人赶到也能镇压。我笑容愈发冰冷，这么说一切都是他自找的。葛林根越发猖狂，百星上人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徒，你们镇妖观有什么资格担任道门盟主？我笑了，这笑容冰冷至极，竟然如我师父。葛林根在我眼中已是死人，我身上溢出的杀意和威压，让脚下的九命猫妖都感到惊骇，生怕我顺手将他捏死。我没有对猫妖出手，而是一脚重重踏在他的脑袋上，借力跃下。九命猫妖吃痛，庞大的身躯直接砸倒在地。大胆，还敢对我出手！葛林根怒喝，结阵，斩妖除魔。我落入阵中，顿觉空气粘滞，不愧是古老门派，但想凭这拦我，死路一条。天清地明，阴阳无极，雷电招来。葛林根飞速掏出符箓朝我打来，轰隆，一道手臂粗的闪电直劈我头顶，我刹那间施展神光咒，雷电在头顶半尺处炸碎，我毫发无损。什么？葛林根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神光咒，林根道友小心！张志成急忙挥舞拂尘，我手中法诀已然打出，观海听涛。在众阴身的加持下，我法力回复极快，轰隆隆的海啸声瞬间灌满所有结阵弟子的耳膜，惊涛骇浪的幻象压顶，许多修为低下的弟子直接崩溃狂吐，甚至晕死过去。大阵瞬间破碎，大阵一破，我身后的妖魔群顿时将目光瞄准了广场上的群众。大师救命啊！你们到底行不行？围观群众见他们眼中的高人被我一招破阵，瞬间慌神，悔恨直如海啸般向我涌来。葛林根靠着张志成的援助才勉强躲过一劫，他失声惊呼：观海听涛，你竟然偷学观海宗绝学，盗学他派绝学是死罪，伤害我们弟子，你今日必死无疑。志成道友，帮我护法。葛林根退后一步，竟然掏出了5张颜色各异的符咒，格造山压箱底的五雷神符，必须耗费5息时间布置。张志成硬着头皮挡在前方，面对我的反扑，准备迎接狂风暴雨。可是我没有动，只是胸有成竹的冷笑着看他们表演。连天妖都畏惧的五雷神符，我连躲的兴趣都没有，不知死活。5息已过，葛林根手里5张符咒熠熠生辉，五雷神符，诛邪灭妖。即符咒化作天雷屏障飞向我，周围妖物惊惧于雷威，吓得四散溃逃。捡回一条命的群众见妖魔退去，瞬间换了嘴脸，大声欢呼：两位天师威武，一定要杀死这个魔头！不就是房子被拆，祖坟被刨了吗？在人命面前算得了什么？小题大做！我听着这些令人作呕的言论，暗自摇头。现在知道后悔了。葛林根自觉胜券在握，猖狂讥讽：因为你的愚蠢，从此世间再无镇妖观，你和百星上人将被钉在道门耻辱柱上，供万人唾骂。他心中早已算计好，这波镇压魔头的泼天大功，必能让他坐上道门盟主之位。5色雷符连成死阵悬停在我头顶。楚河，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我笑了，看着他犹如在看一具尸体。死！葛林根掐动最后一个法诀，轰隆隆，5色雷霆同时落下，可怕的雷光瞬间将我吞没，爆发的威力撕裂全场。葛林根自信回头，漂浮半空，接受众人的膜拜。幸不辱命，魔头已被我诛杀，葛大师无敌！众人欢呼雀跃，甚至有人当场就要捐出1半家产，可欢呼声戛然而止。群众惊愕地盯着他身后，葛大师，他好像还活着。葛林根猛然回头，一颗巨大的球形闪电在他眼中无限放大。快退啊！张志成大骇，球形闪电直接将葛林根吞噬，全场死寂。随后爆发出绝望的尖叫。可下一秒，衣袍被烧成黑炭的葛林根竟然狼狈地从闪电中钻了出来，全靠格造山祖师传下的顶级替命符，他才勉强保住狗命。而我毫发无损地站在雷霆轰击的中心，犹如闲庭信步。那5张符咒的雷光根本沾不到我半段衣角，想用雷电杀我，简直可笑。葛林根虽然狼狈，但仍不死心。你以为你赢了？青城派的道友已经上山去布置封印阵法了，我们就是要把你拖在山下。我像看智障一样看着他，轻飘飘一抬手，那5张原本狂躁无比的五雷神符，竟然诡异的安静下来，乖乖飘落入我的掌心。这怎么可能？葛林根眼珠狂突，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粉碎，他彻底疯了，直接扑进毫无防备的群众中。既然你们迟早要被妖魔吃掉，不如现在为斩妖除魔出一份力。葛林根一口咬下自己的手指，喷出心头精血，周围无辜群众和格造山弟子瞬间爆燃，化作血雾疯狂涌入半空那道邪恶的血符之中，用活人血迹施展杀招神血咒。你不要命了？张志成骇然倒退，呵呵，满口的仁义道德。我咧开嘴角讥讽，现在看看谁更像恶魔。九命猫妖感受到了这血符中能抹杀天妖的危险气息，吓得连连后退。五雷阵法，即葛林根浑身浴血，狰狞如厉鬼般
然催动神血咒朝我砸来，散开！神雷降世了！张志成疯狂跑出几十丈外，恐怖的雷云威压汇聚。就在此时，九命猫妖竟然吹出3根胡须，化作长绳绕在我周身。我不愿和你同生共死，但你救了我，我便救你一次。苏妹的女声传来，我笑了，你这畜生尚且知恩图报，世间多少人却不如畜生，但我不需要你救。我将胡须扔还给他，妖孽受死！葛灵根顺势引下一道天雷劈向猫妖，猫妖本就虚弱，面对这神雷根本无路可逃，惊恐闭眼。轰雷霆劈下，他却毫发无损。他愕然睁眼，只见我单守护在他头顶，硬生生抗下了那道毁灭神雷。我又救了你一次，我淡淡道。猫妖满眼震撼与感激，迅速退开，高呼：若是能活下来，不如跟我们妖族混吧。我没理他，抬头看向酝酿着毁天灭地雷威的神血咒，轻蔑冷笑：既然你要用这近乎魔道的手段引雷，那便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满级雷法。我连符咒都不用，只轻巧单手掐出一个雷诀，雷电招来，五雷正法，荡涤人间孽。然而一片死寂，什么都没发生。临死还敢装神弄鬼！葛灵根刚要狂笑，便惊恐的合不拢嘴。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黑压压的雷云吞噬，整个苍穹都在旋转，天地之威锁定的中心正是葛灵根。我屈指轻轻一弹，我头顶那道邪门的神血咒瞬间碎裂，全数被吸入苍穹的雷云之中，将这漫天神雷染上了一层末日的血红。张志成吓得面无血色，脑中嗡鸣，他竟然勾动了天地意志，这才是真正的五雷正法。不，你怎么可能会五雷正法？葛灵根吓破了胆，疯狂逃窜，可他逃到哪里？周围自私的人群就恐慌的大骂躲避，因为我这才是先天妙法。这是葛灵根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轰隆隆，一道水桶粗的猩红雷电如天柱般直接贯穿了葛灵根的头顶，大地剧烈震颤，所有人被尽数掀翻。葛灵根站立的地方被劈出了一个焦黑的恐怖大坑，他整个人尸骨无存，在浩荡雷威之下，连神魂都被彻底抹杀，魂飞魄散。远处的九命猫妖震惊的合不拢嘴，挥手之间抹杀能威胁天妖的人族高人，太逆天了！我沐浴在疯狂涌入的悔恨之中，淡漠的目光悠悠转向了缩在角落抖如筛糠的张志成，他瞬间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死死盯住的爬虫，彻底崩溃。张志成只觉得自己魂魄都要散开，身不由己的颤抖。作为龙虎山高人，他到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能施展出远比如今道家正统更纯粹、更恐怖的五雷正法？相比之下，葛灵根的雷法简直就像是拙劣的模仿。张志成万念俱灰，他知道就算用尽底牌，在我这种抬手灭杀葛灵根的怪物面前，也毫无意义。完蛋了，全完蛋了！绝望中，他忽然生出一股勇气，不行，要给山上布置封印的同道争取时间，就算是死，至少能名留青史。他站起身直视我：楚河，你身为道门盟主，竟然自甘堕落，从此之后天下正道人人皆可杀你，你现在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迷途知返，你就想说这些？张志成一愣怒吼：我跟你拼了！他强行凝聚法力，可还没等他出手，我随手一道雷霆便击碎了他的真气，他手中的桃木剑瞬间炸裂，他绝望的闭眼等死。可等了半天，雷霆并没有落下，天上雷云反而消散了。为什么？为什么不杀我？张志成茫然问道。我转身看向山顶，感应到那里修补阵法的波动，我微微一笑：你很想死，我为什么要杀你？你只是在做你该做的事情。而那个灵根竟然辱骂我师父，他罪该万死。我眼神一冷，似是这种人，来一个我杀一个，来千百个我便杀千百个。张志成感受着刺骨杀意如鲠在喉，只能无言看着我转身离去的背影。张大师，你就那么放他走了？苟活的群众见我走远，纷纷对张志成破口大骂：你不是龙虎山天师吗？怎么连我们都保护不了？都怪你！面对这些被他豁出命保护却反咬一口的嘴脸，张志成有些恍惚。那一瞬间，他竟然开始理解我了。我悠然走向山顶，九命猫妖化作一个唇红齿白、身材火辣的娇俏少女，远远跟了上来。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吗？那群牛鼻子老道就要重新镇压封印了，快上去把他们全部掀翻！你不怕我？我淡淡扫了他一眼。小黑咬了咬嘴唇，怕，但是你帮我脱离了封印。我叫小黑，我是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我呵呵一笑，人妖殊途，我救你只是顺手，我不需要你帮我。谁跟你说人和妖自古就是死敌？小黑忽然怒道。上古时期，人妖共处，妖族甚至传授人类修行之法，可人类强横后却背信弃义，引诱妖族进入荒凉死地，美其名曰灵界，然后将天下妖族尽数封印在那死地之中。我微微皱眉，这与我了解的人族历史截然不同，但结合我镇守封印多年的了解，灵界确实是一处荒废死地。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帮我们妖族的人类。小黑继续道，若我姐姐当初遇到你，也不会落得那般下场。我姐姐姓苏名妲己，我差点喷出老血。苏妲己是狐狸精，你是猫妖，哪门子姐姐？不过既然她想跟随，我也没拒绝。我继续向山顶走去，身后万妖尾随，浩浩荡荡，我一个人类，此刻竟宛如万妖之王。我边走边打开系统面板，悔恨值来到了23842。刚才山下又收割了一波，我毫不犹豫再次兑换感悟。叮，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妙法镇灵夺魄，此乃消失的隐世宗派镇魔门的绝学，专门针对魔族，10万悔恨值，值了继续抽。叮，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妙法撒豆成兵。卧槽！我激动的直接停下脚步，这可是传说中的神迹妙法，可攻可伏可布阵。从此以后，我一人便是一支军队。小黑躲闪不及，撞在我背上。对不起先生，先别说话。我笑得很灿烂。我忽然想到了开心的事情，我看向山顶废墟，那群自命不凡的布阵老道正好拿来试手。废墟前几十个弟子正拿着铜镜罗盘穿针引线修补封印。青城派梁自道，峨眉派素心居士，剑门阁吴道昌，这3位道门顶尖阵法宗师正互相吹捧。楚河年纪轻轻，绝不可能参悟镇妖观的全部神通，他若没死在山下，定要拿他问罪。话音未落，一阵妖风
席卷山顶，我踩在巨大的九命猫妖头顶迎风而立，身后万妖陈列。你要问什么？强大的威压瞬间让花草低头，飞鸟噤声。三人脸色煞白，我不仅在雷法下毫发无损，甚至收服了天妖。你这么做，对得起以死化作封印的百星上人吗？梁自道强忍恐惧怒喝：住口！提起师父我就压不住怒火。我若早知有今日，拼死也会阻止师父布阵。若任由妖魔横行，这世界没准更好。孽障，你犯下的过错必须由你偿还。若你现在悔悟，以身化作大阵阵眼重新封印，我们或许还能保全镇妖怪一脉。我讥讽冷笑：封印不是我破开的，是被他们心中的丑恶破开的。既然你们想让我死，那就来试试。布阵，斩妖除魔。梁自道与吴道昌一左一右攻来，猫妖小黑刚想迎战，就被吴道昌用八卦镜金光烧秃了一块毛，直接落入陷阱。一道太极灵线将小黑死死捆住。我脚下同样升起了一座八卦符形阵，两人大喜。楚河，你能躲过雷法，却躲不过这剑门阁与青城派布下的绝阵。这阵有360种变化，走错一步便会被绞杀。我无动于衷，看向挣扎的小黑，你想出来吗？想。小黑哀鸣，那我便放你出来。我抬脚踏入阵中，不知死活。梁自道冷笑，但他笑声未落便僵住了，因为大阵毫无反应。我精准踩在了第一道生门上，巧合罢了。吴道昌强装镇定，可紧接着我闲庭信步般连踩数十步，每一步都精准无比地踩在阵法生门，毫无阻滞。这需要远超他们的阵法造诣。两人的脸彻底绿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与这封印大阵相伴数百年，阵法经验足以将他们碾压成渣。我轻松走到最后一道生门前，只要踩下便可破阵。就在两人绝望之际，我却收回了脚，转而一脚踩向了旁边的死门。两人精神矩阵狂喜，你到底还是年轻到心不稳，最后一步踏错，遭受360步反噬，你必死无疑。死门激活，大阵绞杀之力狂卷而来。我笑了，既然你们觉得这阵法厉害，我就让你看看。我没有闪避，任由绞杀之力撞在身上。就在大阵运转到极限的瞬间，观海听涛，轰！一股犹如海啸般的排山倒海之力从我体内爆发，被他们吹上天的八卦符形阵甚至连1秒都没撑住，就像破纸一般被撑爆撕裂。狂暴的余波更是将小黑身上的束缚一并摧毁。两人被震得口吐鲜血，疯狂倒退。他竟然可以直接以力破阵。梁自道恐惧到了极点，我来拖住他，你去激活大阵阵盘。梁自道怒吼一声，张嘴喷出一柄淬毒的隐形飞剑，直刺我心口。叮！锋利无匹的青城顶级飞剑戳在我施展了神光咒的胸膛上，只戳破了一点皮。他最强的杀招，对我而言只不过是挠痒痒。退！阵盘已激活。吴道昌扔出一个古老阵盘，能死在这底牌下，是你的荣幸。吴道昌话音未落，我抬手遥指阵盘，五雷阵法，咔嚓！伴随一道裹挟着毁天灭地威压的天雷凭空劈下，刚展开一半的绝世阵盘直接被天雷劈成了粉末，随后整片天空雷云翻滚，天威浩荡落下。雷法，这才是真正的五雷阵法。你究竟是谁？三人道心彻底粉碎，只剩满眼绝望。我一步步走到封印缺口处，峨眉派素心居士满头大汗，见大阵瞬间被我摧毁，咬牙呵斥：楚河，你若不化作阵眼，天下道门定要拿你问罪。天下道门，我看蝼蚁般看着他，你们可知道门盟主是我，这位置是我师父牺牲命换来的，你有何资格对我指手画脚？我懒得杀他们，趁早滚吧。三人受此大辱，竟妄图联手再次修补大阵。我随手一挥硬诀，直接接管了残存大阵的控制权，原本快闭合的缺口轰然撕裂到极限，金色结界如破碗般碎裂，几道落雷精准摧毁了他们辛苦修复的阵眼。完了，他的阵法造诣远在我们之上，这怎么可能？素心绝望瘫倒，封印裂口彻底敞开，无尽妖气与魔气如黑色通天柱般喷涌而出。天妖之后，大魔降世，惊天动地的至颠魔气笼罩了整个王屋山。我转身看着失魂落魄的三人，若想死就留下，若想活便滚落山去。三人再无战意，抓起残余弟子如丧家之犬般疯狂向山下逃窜。逃到山下，看着被雷劈出的恐怖大坑，三人面如死灰，仰天长叹：王屋山守不住了，快去终南山求援。这帮废物走后，我注视着疯狂涌动的漫天魔气，忽然那股至颠至狂的魔气竟在半空凝聚成一个头生双脚的巨大魔气骷髅头，不由分说的朝我一口咬来。他还未出世便想拿我开刀，小心！小黑纵身挡在我身前，挥爪迎击。魔气骷髅略微疑惑天妖为何护人，但仍毫不留情的一口吞下。我放你出来，你竟敢对我出手！我一跺脚跃上小黑头顶，阵灵夺破，无形波动瞬间扩散。原本狂躁不可一世的漫天魔气，在遭遇波动的瞬间，竟如同被疾冰冻结般诡异的静止在半空。就连那巨大的魔气骷髅也被彻底定格，猩红的双眼中只剩下极致的惶恐。镇魔门的绝学配合我的满级修为，一出手便是巅峰夺破。随着我两字轻吐，静止的漫天魔气瞬间向内疯狂坍缩，最终压缩成一个悬浮的黑球。一个白发红唇、身材火爆至极的绝世女魔从黑球中狼狈跌落，她有着足以让天下男人疯狂的魅惑，但我眼中只有杀意。五雷阵法，赤红天雷在云端咆哮酝酿，雷法是邪魔绝对的克星，求前辈饶命！是我瞎了眼，未曾认出镇妖观主。女魔吓得扑通跪地，毫不犹豫地吐出一颗漆黑如墨的珠子，这是我的命珠，只要您掌握命珠，我生杀与夺全在前辈一念之间，求前辈收下，留我一命报恩。我伸手接过命珠，确实是魔族本源，既然交出命珠，那便留你一条狗命。轰！那道威天害地的天雷贴着他身体劈落地面，炸出焦黑巨坑。女魔惊出一身冷汗，虚脱倒地，久久无法站起。只是让我疑惑的是，刚才还笼罩此地的森森鬼气，此刻竟消失得干干净净。难道五雷阵法的几道雷霆能将这满天鬼气给击散？我走进封印缺口往里一看，却只见一个青面獠牙的巨大鬼将正瑟瑟发抖躲在深处，拼命想往里钻。感受到我的目光，那鬼将身体一僵，随后蜷缩着钻出缺口，恭迎镇妖观主。他哆哆嗦嗦的双手捧上一枚晶莹的玉石，此乃我性命所系的魂玉，我久仰观主雄姿，甘愿做观主脚下一条忠犬，求观主饶我一命。这鬼将对我早恐惧到了极点，镇灵夺破死磕大魔，而刚才的五雷阵法更是让他惊骇欲绝。雷霆本就是鬼物绝对的克星，他哪里还敢露头，只能学着那大魔交出魂珠保命。说起来他也够倒霉，刚出封印就被我
逮个正着。我接过魂珠把玩了一下，嗤笑道：“呵呵，你倒是识趣。”鬼将撑起比哭还难看的笑脸，求观主怜悯。我摇摇头，鬼将顿时打了个哆嗦，万念俱灰。可我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呆立当场：“我把你放出来再杀了你，图什么？不过你们既然敢对我出手，就必须给点惩戒。这魂珠我就收下了，其他的你们随意。”鬼将欣喜若狂，又觉得贼特么憋屈，冤枉啊！我可没出手，都是那大魔干的。但他不敢争辩，只能一个劲感恩戴德，懒得理他。我直接转身离去，淡淡留下一句：“你们自由了，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就走了。鬼将一脸懵逼，觉得自己坑大了，恶狠狠地盯向那大魔：“都怪你这蠢货动手，害老子白交了魂珠。”大魔白了他一眼：“你真信他的话？他是人，不杀我们就不错了，还说什么让我们随意，可笑！”鬼将一听觉得有理，两人心有余悸，分别带着手下各奔东西，收敛下了山。九命猫妖化作的少女小黑却一直亦步亦趋跟在我身后。你要跟我到什么时候？我回头，封印已破，现在凡间的力量再难有人能压制你们，你自由了。小黑怯生生问道：“那你要去哪里？”我看向远方残阳，回家。小黑愣在原地，封印里不是家，他的家又在哪？我拍了拍他的脑袋，没有多留，只身迎着斜阳离去。我并未离开王屋山，而是绕小路来到了山脉深处的一处隐匿山谷。这里有阵法隐蔽，山谷里湖泊清澈，瀑布流淌。一座茅屋旁还有2个立在湖边的凳子，2根竹竿斜插在水中，仿佛垂钓者只是暂离。我看着这一切，眼眶泛红。几百年前，我出入此界被猛虎追逐，就是在这里被百星道人救下。他教我识字修行，带我融入这世界。后来王屋山封印破裂，他放下鱼竿只身前往，便再也没有回来。我走到凳子旁擦拭灰尘，又用灵力加固了一番，在一旁空荡的位置坐下。鱼漂点动，有鱼上钩。恍惚间，我仿佛又听到了那阵苍老的笑声，招呼我提竿。可一回头，只有空山寂寂。我胸口发闷，脑海中尽是那些丑恶嘴脸强拆镇妖怪，将百星道人以骨挫骨扬灰的画面。我攥紧了拳头，定定看向谷外。与此同时，终南山深处，灵明堂昏暗的大殿内烛火摇曳，几位隐士宗门的领袖齐聚于此。被我在阵前吓破胆的青城派梁子道，此刻如鹌鹑般缩在最后，大气都不敢出。站在他前面的是桃花门门主笑春风、降巫门传人庄不言，以及江柳阁阁主江心莲。首座蒲团上坐着灵明堂掌门虚灵子。镇妖怪楚河莫非魔怔了，竟放纵封印破开，纵容凶物现世，这是在制造浩劫。江心莲蹙眉开口，对我降巫门来说倒是好事，刚好拿这些绝世妖魔精炼修为。粗犷的庄不言冷笑，虚灵子淡淡扫了他一眼，庄不言立刻闭嘴。虚灵子转向笑春风，春风你怎么看？笑春风摇着折扇娇低低道，小生以为当务之急还是先将缺口重新封印。虚灵子点头，不错，可大阵已被完全破坏，想要修复难如登天。如今唯一小的封印布阵之法的，只有历代镇妖观观主，也就是说，现在能重新布下封印的，只有楚河一人。那便把他捉回来。庄不言粗声打断，倘若他不配合呢？笑春风调笑道，那便杀了他。庄不言满脸邪气，只要尸体还在，我降巫门的是开口秘术，照样能让他的尸体吐出封印之法。此言一出，众人脸色皆变。降巫门行事阴毒邪性，不仅炼制僵尸，还常盗掘修道者坟墓施展。是开口搜刮秘法，过去曾是正道公敌，如今他竟要对道门盟主一脉用此等下作手段。江心莲冷冷道，楚河雷法惊人，刚好克制你降巫门的邪术，你一个人应付得来？庄不言嗤笑，一个年轻人懂点雷法又能如何？我庄不言对付他，搓扁柔圆全凭性质，他的骨头若太软，捏起来还没意思呢。说完，他自信满满的大步踏出殿外，消失在夜色中。虚灵子和其余人各怀鬼胎，静默不语。第二天，我重新布置好山谷阵法，下山来到了最近的金水城，也就是金水集团的总部所在。原本繁华的城市，如今成了人间炼狱，到处是废墟，妖魔在街头游荡。那些搞房地产起家的家伙，当初拆庙教的有多欢，现在灾难波及总部时就有多绝望。诡异的是，我走在废墟中，宛如这城里最恐怖的大妖，所过之处，妖魔像见了狼的兔子纷纷退避，街道一片死寂。我走进一家被洗劫过的超市补给，在倒塌的货架下翻出了一个正响着闹钟的智能手机，没上锁。我随便拿了些食物坐下，一边吃一边上网。如今全网热搜全被妖魔占据，第一种人彻底崩溃，痛哭流涕。这是我们自作自受，为了蝇头小利不听劝阻，只要楚河能站出来封印灵界，我愿意倾家荡产，叫他爹都行。还有富豪成立了几十亿的基金寻找我，可惜末世里钱不如废纸。第二种人却成了主流，因为一些隐士门派为了作秀，开始借机出示圈钱，展现了一点粗浅的降妖手段，加上缺口刚破，顶级天妖大魔还未大规模下场，局势看起来似乎能控。于是网络风向大变，变成了对我的疯狂辱骂。楚河这没良心的，就是诚心的。他当时要是躺在挖掘机下，谁敢拆都是他的错。网上正在众筹买楚河的命，各大门派大师很快就会把他碎尸万段。他现在肯定躲在哪个深山老林苟延残喘呢。我看着这些几百万点赞的评论，笑着往嘴里扔了根火腿肠。不懂悔悟，还是需要教育。他们根本不知道，若我不出手，封印绝无可能闭合，而真正的大恐怖还在后头。等到那些大妖魔彻底将人间化作血域时，看他们这些盲目自信的键盘侠还能不能叫得这么大声。正想着，角落里忽然传出响动，几个西装革履、灰头土脸的人颤巍巍地爬了出来，他们身上带伤，满怀希望与恐惧地盯着我。楚大师，真的是您？扑通几人毫不犹豫跪在地上，大师救命！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再也不敢看戏了，不想死在妖魔口里啊！他们磕头磕得砰砰响，但我只是扫了他们一眼，起身便走。几人慌了西行，堵在我面前。大师，当初我真是身不由己，我是金水集团的股东，但我发誓，强拆全是王长林的主意，我反对过啊！那胖子掏出一张金卡，只要您救我，我卡里3000万全给您。金水集团的人，我停下脚步，不仅无动于衷，嘴角还扯起一丝诡异的微笑。我不变态，也没兴趣欣赏恶人磕头。我笑，是因为系统正在疯狂刷屏，丁悔恨值加899，丁悔恨值加760，一个人一次能贡献近1000点悔恨值，这说明他们真的怕到了极点。但有趣的是，也有个别数据是2位数，甚至是个位数。这几个满脑肥肠的家伙演技堪比影帝，脸上全
全是鼻涕眼泪。可多亏了系统，我一眼就看穿了谁在假装。那个身为巨下掏金卡的胖子，头顶只蹦出可怜的个位数悔恨值。他表面哭喊：“我真的错了，早知如此，我拼死也要阻止拆迁。”内心却恨死了我。他本是大股东，人上人，却因为拆庙落得朝不保夕。他怪我当时拒绝的不够坚决，怪我没有替他们去死，怪我导致了世界大乱。你叫什么？我忽然问。胖子一抖：“我叫张建国。”说谎话要被妖怪吃掉的哦。我玩味道，他真吓到了，眼泪狂飙。我叫王长湖，王长林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我俩一点都不对付。原来是力推强拆的王氏兄弟。我笑了，打了个响指，啪！躲在树上的几只小妖滚过来，扑通！隐藏在外面绿化带里的几个小妖吓得直接从树上掉下，瑟瑟发抖的连滚带爬凑过来。他们早见过我的恐怖手段，吓得半死不活。王长湖见妖魔凑近，寒气直冒：“大师，您要做什么？”我剥了颗大白兔奶糖丢进嘴里。既然你诚心悔过，我就给你一个机会。王长湖干咽口水，预感不妙。什么机会？我一定把握。小妖唯唯诺诺地问我：“观主大人，您要吃了我们吗？几两臭肉，老子没兴趣。”我嗤笑。小妖们松口气，开始贪婪打量起地上这几个肥胖的高管血食。这下那几人彻底崩溃了，各种求饶花样迭出，甚至扬言要去洗心革面当道士。无论他们说破喉咙，我不为所动，反而示意小妖继续靠近。终于，一个躲在后排的中年人站了出来：“大师，我懂了，这场浩劫是我们内心的贪欲引来的。我也是金水集团推动拆迁的人之一，我愿意献出生命洗刷罪孽，只求您放过他们几个。”他大义凛然。王长湖等人看呆了，心中狂喜：“好兄弟，你死了，老婆孩子我养。”我连说3个好字，看来你是诚心悔改了。中年人暗吸赌对了，以为这是我的仁慈考验。王长湖见机行事，立刻上演兄弟情深反串戏码。建国，不能让你替我死，要死也是我死。大家开始疯狂抢着牺牲，场面感人。我看够了这出滑稽的戏码，挥手打断：“不用争了，既然都那么想死，一起上路就是了。”我招了招手，小妖流着哈喇子逼近。王长湖脸瞬间煞白，冷汗狂滴：“建国，既然你那么想牺牲保全大家，我就不抢了。”建国也慌了：“长湖老哥，我还年轻，还是你来吧。”没人再抢了，场面十分尴尬。建国心一横：“大师，我没后悔，我情愿牺牲。”行了，我不等他演完，直接对小妖挥手。几个小妖如获至宝，直接扑上去将建国撕碎生啃了。我就那么冷眼看着，什么叫我杀你？不是你自己想去死的吗？滚远点吃，脏了老子的眼！小妖拖着尸体退开，王长湖和剩下的几人全都吓尿了，双腿抖得像筛糠。我站起身拍拍土，王长湖赶紧巴结：“大师，您要离开了吗？我跟您走，绝不拖后腿。”我一愣：“谁他妈让你跟我走了？您不是说给我们机会吗？”“对，我是给了机会。”我冷笑露出一口白牙：“这个机会就是让你们和这几只小妖公平决斗，不给机会是我单方面帮小妖杀你们，你们选哪个？”王长湖绝望了，脑袋在地上磕得头破血流：“不要啊，大师，带我们走吧，求求您了。”他在地上哭得像条死狗，可我脑海里的系统面板上，他头顶传来的悔恨值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直接变成了个位数。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他心里还在怨毒的咒骂算计着我。大师，不用您帮我走太远，就在前面30-40里就有一座石城，我在网络上看了，那个地方是安全区，只要您把我带到那里就行了。还敢让我带你去安全区？不过附近就有一个安全点，我倒是真的不知道。石城距离镇妖观也就几十里，既然那里能建立安全区，道门高手应该不少，估计能收割一大波悔恨值，去一趟也无妨。石城在哪个方位？我随意问道。王长湖眼前顿时一亮，指着一个方位道：“那边，就在那边。”我看了一下方位，直接抬脚向着那边走去。王长湖兴冲冲地跟了上来，其余人也都纷纷上前。我看着这几人，嗤笑一声：“你们跟着我干嘛？”王长湖一愣：“您不是已经答应？”我知道了。他猛地回头，一把推开身后的人：“你们跟着干嘛？大师又让你们跟着吗？”那几人顿时哭嚷道：“王老板，可不能这样，咱们都是一起的，谁跟你们是一起的？现在大师一个人也带不多，你们的老婆孩子我全给你们照顾了，你们就安心的去吧。”王长湖转过头殷勤道：“大师，我给你带路。”我笑了：“我有说要带你走吗？”王长湖笑容瞬间僵硬在脸上，哭丧道：“大师，您……大师！”我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去。他刚想追，却被几只张开血盆大口的小妖挡了下来。“大师，大师，我们都已经知错了，为什么你还不原谅我们？混蛋，就那么不管我们了？你还有一点人性吗？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救我们，你只需要让这些小妖全部走就行了。”王长湖发疯般尖叫。我冷冷回道：“当初你也可以一句话保住镇妖观，你只需要不同意拆迁就行了，你做了吗？”王长湖被小妖逼得不断后退：“你可是道门传人，救我们，必须救我们，这是你的职责所在。如果不救我们，那你就是失职。”失职？我又笑了：“那你去举报我吧。说罢，我大步离开。守护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畜生是我的义务吗？谁给我开了工资？为了保住阵眼，我周旋数月，可他们强行推倒师傅坟墓，毁坏师傅遗骨的那一刻，一切都不可挽回了。求求你，我们要死了，求求你原谅我们吧，我们知错了。”王长湖撕心裂肺的嘶吼：“原谅你们是上天的事情，而我永不原谅。”话音落下，后面顿时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让我过去，你们要保护我，我是你们领导，你怎么不想一下刚才怎么对我们？还领导，你就是狗屁！”那几人直接把王长湖推进小妖嘴里，希望借此活命。惨叫声接二连三传来，我头也没回，一路踏过横行的妖魔废墟，径直朝着石城走去。距离石城10余里的山间，我放缓了脚步，停在原地，还躲藏什么？都出来吧！话音刚落，前方的山林中钻出10几个身穿蓝衣面带刺青的人，他们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尸臭和虫腥味。我眉头一皱，巫蛊一派，你们是何人？我淡淡开口。为首的蓝袍男子冷哼一声：“要你命的人！”他一挥手，众人迅速散开，将我包围。只有一人犹如没有生气的铁桩，定在原地一动不动。阿青杀了他！蓝袍男狞笑道：“1刻钟之内杀不死此人，便拔掉你所有指甲。”叫阿青的女孩猛地抬头，死死盯着我。
他眼神空洞，只有纯粹无情的杀意。我心底陡然浮现一个名字：巫蛊圣体。降巫门行事极度残忍，专门挑选养尊处优的幼女进行百般非人的折磨，以此催生极大的怨气，再用蛊虫将他们炼成不知痛觉、力大无穷的杀人机器。看着眼前这个毫无血色苍白少女，我心底生出了一股无名心火。这怒火并非廉价的怜悯，而是对降巫门这等杂碎肆意践踏人性的极度憎恶。阿青动手，速度快一点，今晚就让你吃块肉！哈哈！阿青漆黑的眼中闪过微光，肉！阿青要吃肉！阿青不要被拔指甲！砰！他一脚踩碎地面，身体化作闪电直冲我而来。千钧一发之际，我发动伏魔阵妖神光咒，阿青一拳轰在金光上，恐怖的蛮力硬生生将我震退数步。我的灵力竟在这纯肉身的一击下消耗了大半，所幸我已身具中阴身，灵力恢复极快，轻松避开了他暴雨般不知疲倦的死命攻击。你是不是故意放水？降巫门的人在外围怒骂，快一点，不然的话绝对让你好受，反正怎么折磨你也不会死，今晚就让你好好尝一下我新研究的刑罚。阿青漆黑的眼底闪过一丝深邃的恐惧，他根本不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把这群杂碎横扫成肉泥，但在他被剥削蹂躏长大的心里，这些折磨他的人就是不可战胜的恶魔。命令你1刻钟之内必须把人解决。阿青动作一停，柔弱反驳，可是命令是留下全尸，我如果全力出手，特喵的还敢顶嘴？为首那人甩出黑鞭狠狠抽在阿青的背上，他却不躲不闪，老子才不管你怎么做，我的命令就是1刻钟之内给我解决这条臭虫，否则的话我会把你放进油锅烹炸，你知道我会做到。我敏锐地察觉到阿青内心的恐惧波动，若完全练成工具是不会有感情的，他人性未泯，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出手！阿青再度朝我扑来，我懒得再拖延，直指苍穹。五雷正法，火雷焚天，竟然真的是五雷正法！降巫门众人大惊失色，在前面挡着不许退。阿青被迫挡在前面，但我却控制着雷霆的落点，让一道赤红火雷完美绕过他，狠狠劈在一名降巫门弟子身上。轰！那人瞬间被劈得外焦里嫩，当场暴毙，空气中弥漫着焦臭。阿青不可思议地瞪大了整双眼睛，那个宛若神明般主宰他痛苦的恶魔，竟然就这么被这道挠痒痒的闪电劈死了！你特喵的！为首那人慌乱挥鞭抽打阿青，愣着干嘛？赶紧给我继续攻击！我抓住他心神动摇的瞬间，身形如电，越过阿青直扑降巫门首领，快杀了他！杀了他！首领见我反冲而来狂呼，阿青回身一记杀拳从背后朝我轰来，我嘴角一挑，锁定那首领，定拘神咒瞬间发动，首领被死死定在原地。与此同时，我也侧身闪开，阿青足以开山裂石的一拳，狠狠轰在那首领身上，一声巨响爆起，那人直接被打死。阿青猛然顿住，惊恐地看着双手颤抖，你竟然杀了大师兄，你不想活了？回去之后定然要让你受千刀万剐之苦。剩下的弟子怒吼，阿青充耳不闻，盯着自己的手喃喃自语，我杀了神明，我可以杀了神明。我淡淡道，他们不是神明，他们不过是人，人被杀就会死，他们是人，人被杀就会死。楚河的话像核爆一样击穿了他的世界观。阿青缓缓抬起头，那双毫无生气的漆黑瞳孔此时盯紧了曾日夜折磨他的恶鬼们，他们不过是人，人被杀就会死。周围几人毛骨悚然，你在干嘛？等回去之后，定要让你把所有的刑法全部尝一个遍。他们扬起鞭子疯狂抽打他，并开始催动他体内的蛊毒。阿青痛苦的痉挛起来，我立刻施展观海听涛，温柔如海的灵力源源不断汇入他体内，压制住蚀骨的蛊毒。我走到他身边，轻声开口，你是谁？这3个字宛若巨石砸进死水。我是谁？我是阿青。阿青眼中的墨黑尽数褪去，深藏多年的情绪轰然爆发。怎么回事？怎么蛊术不起作用了？糟糕，似乎是要失控了。怎么可能？一人暴怒挥鞭，好你个贱狗阿青，竟然还敢龇牙了是不是？是不是忘记之前的我折磨了？是不是忘记被活生生扒皮的痛苦了？他狠狠抽下，却直接被阿青一把死死攥住了鞭子。那人惊恐对上那双如看死人般的眼睛，扒皮！阿青痛苦的低语，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痛苦。他猛地一拽，那人惨叫着飞到他跟前，阿青指尖如刀，从他眉心狠狠往下一划。阿青，我不折磨你了，等回去之后我给你好东西吃，我让你吃饱饭。那人摔落在地疯狂求饶，却忽然发现自己的脸不受控制的裂开了。那人满地打滚，痛得发出如厉鬼般的哀嚎。为什么叫？很疼吗？阿青不解的歪头。剩下的降巫门弟子吓得疯了般掉头逃命。阿青如鬼魅般随手打穿一人的心脏。阿青，住手！阿青，我当初最少折磨你，我只是在你指甲里扎过针，炙烤过你的脚，这些对你都不致命，你难道忘记了吗？当初你快饿死了，是我给你一捧泔水你才活下来的，你不能忘恩负义。咔嚓一声，阿青捏碎了他的脖子。不到片刻，余下所有人全被阿青杀死，大仇得报。阿青转过头，满身杀气的锁定了我，我却直接撤去防御金光，像个普通人一样坦然站在原地，从口袋里摸出2颗大白兔奶糖递过去。饿了吧？只有这个了，拿去吃。阿青一愣，满眼戒备的接过了这毫无威胁的东西，直接带塑料纸扔进了嘴里生嚼。哎，不是这样吃的，外面这个是包装，把包装去了才能吃。我无奈拿回另一颗，当着他面剥开，要这样吃。他接过那颗裸糖嚼了嚼，没有毒。他木讷开口，但是我之前吃的都有毒，而且很甜，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你还有吗？我可以帮你杀人，1颗糖杀1个人，不，1颗糖杀10个人。我叹了口气，我没有糖再给你了，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寻找，你该品尝一下甜蜜的味道。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他漆黑的眼眸倒映着我的影子，我不杀你，我真的不会杀你。在他的世界里，不杀就是最大的善意。我心间发软，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就跟我一起吧，我会带你重新去降巫门。阿青惊恐的猛然抬头，那些恶魔必须要死。
而且必须要被你亲手杀死。我揉着他的头顶说道，在此之前，我要先解决一下我的事情。阿青的眼中终于燃起了一丝光彩，他亦步亦趋跟在我身后，嘴里学着我叼了根草叶，重获新生。与此同时，降巫门大寨门主大师兄他们全部死了，一个都没了。门主庄不言一掌拍碎了陵墓桌，怒目圆睁，你确定是那畜生反叛了？不可能，巫蛊圣体早就没有了一切感情和情绪，是只知道杀戮的机器，一个只知道听从命令的杀戮机器，又怎么会反叛？手下战战兢兢。门主，现在怎么办？派人把巫蛊圣体抢回来。抢？谁去抢？你去，就你那点实力，能对付得了会五雷阵法的楚河？还是说你能对付巫蛊圣体阿青？你传我命令，门中所有高手全部出动，务必要追回巫蛊圣体，这对于我们降巫门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是。等一下，庄不言冷声补充，将那几位师叔祖也全部请出。手下脸色巨变，可是那几位都在必死关，难道已经危急到了这种地步吗？我们降巫门行事向来霸道，这么多年来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若非我们有巫蛊圣体坐镇，光是那些仇家就足以灭我们降巫门了。若是让他们知晓了，你觉得后果会是如何？我知道了，这就去请几位师叔祖，绝对会在消息传开之前将巫蛊圣体抢回来。次日10城外，我已经在途经的镇子上给阿青换了一套干净的粉色连衣裙，挽起了一个道士丸子头，还买了一大兜糖果和漫画教他认字。此时的阿青就像个病弱的乖乖女，这个不错，西瓜味的，我喜欢。阿青舔着棒棒糖合上漫画。西瓜？什么是西瓜？就是人的脑袋吗？我苦笑一声，不是，西瓜是长在地里的。我懂了，就是长在地里的脑袋。我果断放弃解释，等会进了城，我就带你去吃西瓜。为什么要等会？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阿青随手将一块岩石捏成粉末。在我看来，这城市的防御就像是土鸡瓦狗一样简单，只要我过去，他们整个城市的人都拦不住我。土鸡瓦狗，我刚学的成语是这样用的吧？确实是这么用的。我知道这城市拦不住我们，但是我现在需要做一些事情，等会再进城。我拍了拍他手上的石灰，需要我护法吗？可以。我原地盘膝坐下，准备用昨天刚团的悔恨值直接抽一波系统奖励。阿青瞬间进入绝杀护法姿态，他冷着脸一脚踏住地面，恐怖的暗劲直接将方圆20丈内的蛇虫鼠蚁全部震杀。指尖草叶弹出，将飞过的飞鸟全部击落半空。方圆100米任何生灵擅入者死，在他眼里性命低贱如泥，唯独他背包里的糖果漫画以及眼前正在打坐的我，是不容涉足的神明。